给你讲个真实的案例啊，是一位1958年出生的女士，第一次见她是在医院，她穿着白大褂，正在给病人看病。她说话声音很平静，但眼神很坚定。后来她找我看八字，我看了一眼，问她：你身体方面有没有牙齿或骨骼不好？有没有妇科类的疾病？她愣了一下，我是医生，给别人看病，自己的情况也知道。子宫肌瘤、假牙戴了很多年了，最近几年甲状腺也有问题。我又问她：你虽然没离婚，但是一生婚姻不幸，你丈夫现在还在吗？她沉默了几秒，说：不在了。38岁那年，丈夫离开家乡去外地打工，结果这一走就是20年。2016年接到了丈夫去世的电话，我看着她的八字戊戌戊午乙丑庚辰，说你时柱庚辰是魁罡，魁罡的人性格坚毅，能扛事，所以你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能咬牙扛过来。但也正因性格坚强，别人看不到你的苦，你自己也从来不说。他听完后沉默了很久。今天我就用他的案例告诉你什么是丑午穿。但我不只是讲怎么断命，更重要的是我要告诉你这些命理规则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自然之道。很多人学命理只是学了术，学了些断语，但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更不知道断语背后的深层原因。这期视频我要把藏在后面的底层代码拿出来说个明白。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你不只是学会算命，更能看透这世界，找到属于你的人生使命。先说这个客户的八字，戊戌戊午乙丑庚辰，用网络上能找到的命理资料来分析，会怎么判断呢？一般会说，第一，乙木身弱财旺，财星过重，为财所累，容易感到压力。第二，官星庚金坐尘土，有财升官，夫星不错，配偶能力可能还可以。第三，夫宫丑土，有些矛盾，婚姻可能有些不和谐。第四，中年24到43岁走20年木运，身弱需要比劫帮，是人生黄金期。第五，健康方面火土燥热，注意脾胃皮肤问题。听起来挺像那么回事的，对吧？但是命主的实际情况是，第一，婚姻不只是有些不和谐，而是丈夫在她38岁那年离家外出打工，杳无音信，20年后去世，这么凄惨。第二，健康不只是脾胃皮肤，而是子宫肌瘤，牙齿从小就不好，甲状腺、风湿关节炎这些特定的疾病。第三，传统说走木运会转好，是人生黄金期，但实际上走木运的时候是她人生中最坎坷的岁月。下岗停薪留职，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六亲无助，单打独斗。第四，最关键的是，传统说走土运不好，是忌神运，但实际上她49岁开始走丑土运，反而工作事业更受重视，更有价值。为什么网上这些都看不准呢？因为很多命理书中没有穿的概念，只看五行生克，看不出穿的破坏力有多大，也看不出穿在什么情况下是正面应用。而盲派命理用丑午穿3个字就能把这些全部解释清楚。为什么盲派能这么准？因为盲派关于地支相穿的理论不只是看表面上的五行生克，更要找地支藏干之间的关系和联系，从中探究宇宙规律的真相。什么叫自然规律？等下我会详细讲。现在我们先把丑午穿的理法说清楚。首先，丑午穿属于地支6穿之一，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两败俱伤的相互破坏关系，也就是互穿。这一点跟六合或者六冲很不一样。六合代表得到和谐，六冲代表制服，得到成就感。但是相穿呢，带来的结果是双方都受伤害，而且往往是突发性的、快速的，就像车祸一样，在一瞬间发生。而且丑午穿被认为是地支作用关系中最凶的一种，能够造成严重的后果，甚至能穿倒一方。那么丑午穿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来看五行的构成，丑土是阴中之阴，寒湿之土，实际上是12地支中最阴的土。丑土是动土，里面藏着癸水、辛金、己土。午火呢是阳火，里面藏着丁火、己土。丑午穿主要发生在哪里？发生在丑中的癸水与午中的丁火之间。那午火来穿这个丑土，温度就太高了，丑土受不了，这就是丑午穿发生的根本原因。我们来看力量对比，如果午火力量大，是午火穿坏丑中的辛金，
同时火旺也能烤干丑中的癸水和湿气。如果丑土力量大，多数是丑中的癸水穿坏了午中的丁火，把午火给灭了。所以说相穿的结果完全取决于双方力量的对比，力量大的一方穿倒，力量小的一方小的就受损严重。如果力量相当呢，就是互相减力，对峙着谁也不敢轻易发难。这里有个重要的概念，丑午穿代表温差大，三观不一致。穿是高效率的做工方式，代表着改造、说教或者改变对方的行为，希望对方立刻变成自己想要的温度和样子。你看这个客户的八字，戊戌戊午，乙丑庚辰，月令午火很旺，而且戌土还行丑土，所以他的日支丑土是被又穿又刑破坏的很严重。丑中的辛金是他的官星，代表丈夫，丑作为夫妻宫被穿坏，代表他婚姻坎坷不幸福。丑中癸水是他的印，被午火烤干，也代表他家庭破碎。而且因为丑中辛金彻底坏了，他天干合的庚金就不代表当官了，只代表一份稳定的工作，所以他是医院的普通员工，不是领导。说到丑午穿，我们不得不重点关注他在健康方面的表现。丑午穿多数往病上断，而且多数是癌。第一种糖尿病，这是丑午穿最常断的疾病之一，准确率极高。为什么呢？因为火生土太过于甜了，太甜了就往糖尿这块去断，而且丑中的癸水也代表尿，所以特别容易往糖尿病上断。第二种心血管问题，比如高血压、血稠、血脂高，还有气血不足，这些都跟丑午穿有关。另外，丑午穿也是胆固醇高的定律之一。第三种肿瘤与包块，丑土代表包，所以很多时候要往癌症上断。对女性来说呢，容易断乳腺增生、囊肿或者子宫肌瘤，还有淋巴结炎，也跟丑午穿有关。这里要注意，丑土被午火穿坏，但穿完了仍然是包块。你看这个客户，他就有多年的子宫肌瘤，这就是典型的丑土被穿坏形成包块。第四种，五官与骨骼，比如牙齿不好，还有嗓子的问题，以及腰椎、腰间盘突出、脚腕骨刺这些骨骼类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丑中含有辛金，辛金代表嗓子、骨骼，所以这些部位容易有病。这个客户的牙齿从小就不好，脚腕处有骨刺，也就是踝关节间隙狭窄，得吃抗风湿的止疼药，不敢去公园遛弯，多走几步就疼，就是因为丑中辛金被午火穿坏了。第五种，泌尿系统，丑中的癸水代表尿，丑午穿可能指向尿毒症或者肾衰竭。第六种，其他疾病，比如甲状腺炎，如果午火特别旺的时候，还可能指向脑梗。这个客户在2017年丁酉年就查出了甲状腺问题。为什么是这一年？因为丁火透出，火更旺了。除了健康，丑午穿在人生轨迹和行为模式上也有很明显的体现。首先是职业取向，丑午穿在职业上有个很明显的特点，可以往医护工作上断。为什么呢？丑土代表包，也代表身体病患，午火是调理治疗的能量，丑午穿就是处理身体问题。你看这个客户就是典型，他就是医生，在医院工作，而且他天干合庚金，庚金是正官，是事业，代表稳定的工作。天干乙庚合，说明他一生都有这份医生的工作，从来没有真正失业过。庚在丑中的根被穿坏，说明他不是医院的领导，这个等下我会详细讲。其次是财官的获取方式，穿是取得财官那一种方式，但这种方式并不被常人认可，属于不择手段。注意，这个不择手段并非全是贬义，但是在获取财富的过程中，常常伴随着恐惧、提心吊胆，而且通过穿得到的财物往往不完整，有残缺。丑午穿也是获得外劳、灰色收入的象征，比如说多报销材料费、差旅费这种小打小闹拿单位东西的行为。从职业上看，丑午穿还可以代表娱乐场所，比如 KTV、传媒或者培训这些行业，也可能对应看守所这样的工作性质。另外，丑午穿还跟法术、风水，特别是阴宅风水有关。第三是婚姻与人际关系，丑午穿代表婚姻中出现动真格的矛盾，甚至有离婚的迹象。夫妻宫被穿坏，重则离婚，不离的话配偶有病。女命如果官星，也就是丈夫对应辛金，被午火穿坏，这就是克夫。如果火的力量大于土，可能指向配偶因病去世，比如尿毒症或者喉癌。解决办法是分居，
这个客户的命里就有夫妻星被治过的信息，但不是他克服，因为家外的午火食神不是他生的。他的日支丑土被月令午火穿，丑中辛金被穿坏，而且年支戌土还行丑土雪上加霜，所以他38岁那年1996年丙子年，丈夫外出打工。为什么是这一年？丙是戌中出的，子是辰中出的，丙子换相就是辰和戌的关系，子丑合璧了金库，老公就不回来了，戌冲辰就把庚辰冲跑了，所以老公就是这一年离开家乡的。子午冲是枭神夺食，命主很不快乐，原命食神是生财的，这一年伤官也虚透，天地都说一件事，食伤生财生不出来了。经历过90年代的人都知道，很多地方发不出来工资，两个人分居20年，很少联系。到了2016年丙申年，丈夫去世了。那为什么没有离婚呢？因为夫妻辛庚金是坐下丑中出来的，怎么都离不了。所以命主现实中就处在一个离不了婚又不在一起生活的婚姻情况。穿也代表夫妻关系不融洽，相互看不上。丑午穿还代表内心憋气生闷气。第4是心理与心性，丑午穿代表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对，如果印思想头脑被穿坏，就容易犯糊涂，变得拿不起放不下，克服困难的勇气小。严重的印星被穿坏，可能导致虚荣撒谎自负。如果丑午穿破坏了丑中的辛金，也就是食伤，代表技术口才决策，可能导致技术不好，智力不够或者决策失误，当事人可能表现出脾气暴躁急躁，像火药一样一点就爆。好，到这里丑午穿的理法部分就讲完了，这些理法够你拿到八字下断语了。但接下来我要讲点更深的东西。很多人都知道易经很厉害，但是说不清楚易经为什么很厉害体现在哪里。易经是把一套自然法则由哲学转化为数学，又巧妙地把数学转化为哲学，所以可以预知未来，所以可以趋吉避凶。理和象就是一体的两面，不能分开。你不理解理法背后的原因，你就算不准命，你会读象不懂世间的道理也白费。接下来的内容可能有点深，你可能会觉得陌生，甚至有点意外，理解不了也没关系，可以先听听看，试着用这个理论去对照你自己的人生经历，说不定就通了。我想试试能不能把这个无字天书用现代人的语言讲给你听。在盲派的易经世界里拿到一个命局，首先看什么？不是食神，而是阴阳是否平衡，木火为阳，金水为阴。盲师不会只盯着你一个日主看，也不关心你什么正偏财、正偏印等等的师生关系。你用出生日期在排盘软件里排出来的那8个字，盲师会把你命盘中的8个字看成一个整体，而其中每个字都分阴阳，都有真假，其中的每个字在盲师的眼里都是一个活人。只有活着的人才有善恶，才有好坏，才会形成一种关系，是人类世界的关系。盲师在找着其中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所谓的缘分。首先看的是你命局中的主气，也就是月令。所谓真神只从月中出，月令作为比劫宫，代表了你的朋友圈层、你的社交圈，你的客户也是你的外部环境。当月令为丑的时候，说明你命局中的主气是冬天腊月的温度，整个命局已经进入了冬天。月令的权重相当于太阳系里的太阳，命局中的其他字都会被月令所影响。一年有4季，以植物的生长旺衰粗略分为2个大的周期，从春天的萌芽到盛夏的繁茂，再到立秋，万物渐渐凋零，直至冬至时万物休眠。植物在自然界周而复始的轮回，春夏和秋冬也是一对阴阳。在春夏这个周期里，用的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五行生克规则，比如说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木克土。春天万物复苏，开枝散叶，夏天枝繁叶茂。对于生活在北半球的华夏文明来说，秋收冬藏，植物都休眠了，所以五行中的木就是春夏这个时间周期里的主角，其他4种五行都是为了木服务的。五行中的甲乙木不只是你们从书上看到的参天大树和花草蔓藤，木所代表的是自然界中的所有生命体。我重复一遍，木代表了阳间的所有具备生命体征的有机物，就是生命本身。它不仅包括了动植物人类，也包括了类似传说中的红黄长蟒等那类高维生命体。要知道华夏文明的易经
它可不是只用来给人算命的，它蕴含了三界内五行中的最高智慧。既然春夏长木了，那么秋冬呢？秋冬万物凋零，该落叶的落叶，该休眠的休眠，该猫冬的猫冬。那秋冬周期的自然界不应该是完全在做减法吧？秋冬的世界有什么是在生长的？答案是秋冬长金。金代表了这个自然界所有的无机物，比如说矿、石油、钻石。而在秋冬这个周期里面，金就成为了这个周期里的主角。其他4种五行都围绕着金来运转。你会看到奇怪的五行逆转关系，比如说火生金，这个原理不奇怪，表述太奇怪了。怪只怪中文语义太博大精深了，象形文字都是象，如果用英文来解释就会简单很多。这里的火不是 fire， 而应该翻译成 energy， 就是促进金生长的能量。前面说过，八字中每个字都有阴阳，火也分阴阳。我这里说到的火的阴阳，并非是书中提到的丙火为阳，丁火为阴。你脑子里面不要简单把丙丁当火看，脑子里面要有画面。天干地支不是数学符号，天干地支是自然应用哲学，要把它置于自然环境中。天干地支这22个符号才有意义，脱离了自然环境，天干地支没有任何意义。每个字背后都暗藏着除了它本身之外的其他4种五行。比如说午火在月令就代表了命局的主气是农历5月份，这季节温度很高，植物很旺盛，所以即使命局不见木，暗象也是木生的火。这个季节的火代表了农历5月的温度，木旺火象，是物质火，这种火就是克金的。午火在月令，温度很高，就需要金给它降温。夏天的金代表风，它不喜水，物质火是可以被水浇灭的。而秋冬的火，也就是虚中的火，这个火不是木生的，这个火是阳气，阳气用水是浇不灭的，而阳气存在的意义是推动金生长的。往哪里长？往地下长，去长矿。你们看，夏天过去之后，到了秋天，申酉戌3个月，9月的深秋，里面藏干还有一个丁火中神，这个火就藏在土里的，对不对？紧接着就进入冬季了，这个时候会有第2个五行逆转关系，水生金。这种奇怪的表述用人话解释就是天太冷，水上冻了。冬天的金代表冰雪，如果您曾在冬天去过北中国，比如山海关外东3省的3、9天，地面冰雪全覆盖，冬天降雪到地面是不会化的，会持续5个月左右，直到次年的3、4月份才会开化。这地面上的一层冰雪就如同一个天造地设的被子，把阳气锁在了地下。对于地面上的我们来说，降温啦，穿棉衣啦，仿佛五行中代表温度的火远离我们了。而对于地面下的金来说，阳气就开始推动金生长了。大自然的生态是平衡的，我们这边有些东西减少了，另外一边就一定有些东西增加了。正如庄子齐物论所说，彼出于世，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彼世相依是世界存在的根结构。看到这里，我想你应该已经明白了自然规律是怎么回事了。那我们再看盲派的道法自然是如何遵循自然规律的。当月令主气是丑，说明命局是冬天的生态，那么此时命局中的午火就是冬天的阳气，丑午穿就是阳气在推动丑中金生长，反过来对阳气火来说就被金消耗了。那如果命主是金，那真金不怕火炼，火就是命主的官，是命主的事业，见火就提升。那如果命主是火呢？命主给家外做了贡献，命主也就有了价值。这个时候忌讳的是木，一旦有木生火去穿丑，那完蛋了。你直接把本视频前面礼法部分里讲的丑午穿的种种不幸往命主身上安，就都对。当月令主气是午火，那这个主气就是夏天，命主家里有丑，家外比劫燥热，命主用丑给比劫降温，命主给比劫提供服务，命主就有了价值。虽然夏天不长金，这个金也不会坏。这个时候还是忌讳木，如果原命没见木，那也有暗象的木来生火。当大运流年走到木生火的时候，就是暗象变明象，就是灾难应期。
如果元命有木，那说明元命灾难信息已经明确了，这时候不用等木生火，火金遭遇时，比如丁酉庚午这样的年头就是应期。现在回头看这个客户的八字，戊戌戊午乙丑庚辰，月令午火，夏天主气，日支丑土，给外界降温。丑土应该是有价值的，但是整个命局除了日主之外没透木，火土一片，火也不是木生的，但是月令主气是夏天的季节，暗象就是木旺。当地支见木的时候，暗象就变明象了，这时候就是命局中灾的应期。所以婚姻破裂、健康问题，97年开始走寅木运，木生火更旺，是最艰难的5年。那几年单位下岗，平薪留职，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生活压力很大，但她天干合庚金，医生这份工作一直在走癸水运，命主家里的印透天了，命主就从医院出来开诊所了。但是49岁开始走丑土大运，月令家外午火，很燥热，他的丑土出去给外界降温，他就被需要了，有价值了。所以2006年丙戌年他就回医院上班，反而比以前更受重视。这就是丑午穿的正面应用。你看命理规则背后其实就是自然规律，盲派的易经不是人发明的，是从自然中观察出来的。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今天用这个真实案例把丑午穿从述到道层层剖析了。今天你学到了2个层次。第一层理法，丑午穿是两败俱伤，地支作用关系中最凶的一种，健康上容易断，糖尿病、子宫肌瘤、牙齿骨骼、甲状腺，婚姻上容易克配偶。第二层相法，春夏长木，秋冬长金，月令是丑午火是阳气推动金生长，月令是午，丑土是降温的，给外界提供价值。但如果有木生火去穿丑就凶了。学会术数可以算得准，但是只有开悟了才能改运换命，才能活明白，不枉此生。我做这个频道就是想把这个藏在术后面的自然之道传给全世界。愿你早日开悟，看透这世界的真假，在尘世中找到真正的自己，找到属于你的人生使命。如果对命理感兴趣的话，请订阅我的频道，一起探索命理背后的真相。